谢谢大家，谢谢来了这么多人，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新书《鬼魅之爱》的签售现场。我是作家关桥。正式发售之前呢，我想简单说两句。最近一直有很多人问我，说魔幻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不是简单的说魔法呀、幻想这类的，而是一种创作流派。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呢，更不如说是一把刀，是一柄弓箭，像剑簇，深深地插进粗糙的现实皮革当中去。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呀，有两个特点，一个是现实，另外一个就是深刻的讽刺。这样呢，就要求作为创作者必须要有足够的人生阅历。哎，小王，干嘛呢？说你呢。兵符什么煞？我写啥就是。马哥，你秤是不是坏了？这么多书，80。爱卖不卖。山淡淡那个花儿开哟。哦，高主编，关桥谁？我。哎，我稿费呢？咱是不是说好的？我要那堆书有什么用啊？上秤要80块钱。他当初怎么说的？你怎么跟我约的稿？你大爷！哎，你，喂，关作家，关作家，卖吗？怎么睡这儿呢？哎呀，老这迷糊。看完了吗？我看书慢，你全看完了？啊，我查了一下，当年网上有个论坛，专门讨论这些稀奇古怪的案子。关桥就是在这个论坛上连载的帖子，连载帖子的地名是库鲁，死者的姓名是程春。然后这个帖子在这个论坛上关注度很高，就有出版社找到关桥，拿到授权，改了改地名和人名，把它集合成册，发表了小说。小说的很多细节是当年那个案子我们没有公布过的，所以我觉得关桥可能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。你有啥安排？找他聊聊。没有。
我在秘书那儿。哦，你面。我刚刚呀，签字书赎回来，现在非常确定。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做我下一部书的女主角。你跟我前一任对象特别像。真的吗，大哥？真的呀，啊！哎，有时间你可以到我家坐坐，咱们呀一起创作啊。我省里呢还有一些记者朋友啊，他们都是干这个的，让他们也采访采访你。大哥，您人脉可真广，认识的人也多。啊，关桥，有点事儿找你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啥事儿啊？哎，我抗议啊！我刚才在洗脚城捏脚呢，突然进来2个人把我带到这儿来了。我怎么知道那个地方是正规的还是不正规的啊？不聊捏脚的事儿。我们找你来是要了解一些其他的情况，请坐。你跟孙彩云住一起吧？我俩是同居呢，但那是你情我愿的事儿啊。我是个作家，文人风流嘛，但违法乱纪的事儿我没做过啊。谁说你违法乱纪了？那抓我干嘛？ 《沙尘暴》我看完了，写的真不错。罗警官，关某不才啊，请您雅正。尤其是这里面的细节，太真实了。罗警官，您真是我的知音呐！我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，也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。我写的时候放入了很多感情，我写完之后大病了一场。没那么简单吧？当然没那么简单了。哎，写完之后，很多人扒我的身份啊，我的粉丝都知道我是个技术工人，还有人说我是什么那个大刘第二，就那个写科幻那个，把我看小了。那科幻文学怎么能？陈春认识吗？你小说里的这个女主人公春，跟现实生活中的程春，还有你小说里的陈元宝，和现实的丁宝元，在职业和社会关系上都高度契合，你怎么解释？那个案子当时多火呀！啊，那报纸、网上都查得着。哪个报纸和网上查得到丁宝元和程春有私情？关桥，根据你小说的描述，你对程春因爱生恨，或者说内心萌生了占有欲。你觉得他背叛了你，所以产生了杀死程春、嫁祸丁宝元的想法。于是趁着丁宝元和程春私会的时候，你偷配了丁宝元一直挂在裤子上供热站大门的钥匙，然后假借丁宝元之名，约程春到供热站，在供热站的门外杀死程春。用提前配好的钥匙把陈春的尸体背进去，塞进锅炉，然后又靠你的书迷，也就是丁宝元的妻子孙彩云嫁祸给丁宝元。那是小说啊，罗警官，那是文学虚构的。但你可是以第一人称说你是杀死陈春、嫁祸丁宝元的凶手。我这么写才有人看呢，啊，我只有这么写才有点击率。哎，那个。英国那个笛福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日本村上春树《挪威的森林》，还有大刘《流浪地球》，都是第一人称叙述。你这么写，读者才能愿意看。怎么可能真给地球安一个发动机？屁话多得很。程春被杀，原犯罪嫌疑人丁宝元翻案了，我已经把你列为重要嫌疑人。凭什么呀？你们有证据吗？认识陈春吗？认识。怎么认识的？说说。
他在夜市摆摊儿的嘛，卖麻辣烫的，长得挺好看的。我当时是个文艺青年，特别穷，吃上顿没下顿。我在他的摊子上认识了他，他听说我是个作家，就对我眉来眼去，一来二去呢，我们就好上了。他先勾引的我啊。那你对陈春的情感是不是像你小说里写的，因爱生恨，充满了占有欲？他先勾引的我，我是个作家。哎，我当时跟他说我来库鲁是为了给小说找灵感，找完了我就回省城了。他听说完之后对我特别上心。后来我听说程春是做皮肉生意的，我们俩就断了。再后来我听说程春死了，你们把丁宝元抓起来了。当时街头巷尾都在说这个事，众说纷纭啊。我当时想把它写成书，一定能火。我就以凶杀案凶手的身份，在网上连载了这本书。哎，我这都是出于对于文学的一种热爱啊。程春的死跟我肯定没有任何关系。哎，关晓，你那小说里的程元宝和春儿，生活里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说丁宝元和程春？他俩好过一段时间，后来孙彩云就捷足先登了嘛，我就知道这些。关桥，你最好想清楚，还有什么遗漏的没交代。如果让我们知道你知情不报，下次就没有这么简单了。我就知道这些啊，我那个书里一部分是程春跟我说的，还有一部分是我在网上提炼出来的嘛，我真就知道这些啊。我们应该马上再次提审丁宝元。小说不能当证据吧？除了小说，我们也没有别的证据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是领导啊，我配合你工作呀。哎，王处，您来了，给你介绍。王处啊，我陈江河，终于见面了。啊，江河同志，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？这什么？就在226焚尸案的案卷里面夹着，跟证据目录对不上。好像见过，忘了在哪儿见。是不是档案馆里疏忽了，把别的案子的东西放进来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疏忽。小罗啊，哎，你跟江河同志再认真查查这个案子。好。哎，王处啊，给个机会啊，请你吃我们当地最好吃的拌面。好像见过，哪儿见的？不会是别的案子的东西混进来的吧？我们在案子归档前都会经过仔细的检查，除了卷宗原件和备份的复印件之外，其他无关的东西不可能混进来。我建议你查一下这个226焚尸案卷宗的借阅记录。最后一位借阅的是葛队，还借走了03年秋季扫黄打非专项行动的全部材料。03年秋季扫黄打非，我参与过抓陈春的行动啊。葛队啥时候还的这2个卷宗？是葛队出事以后，刘局长帮葛队整理完以后归还。刘长林。老钱，你帮我找一下03年秋季扫黄打非的卷宗材料，尤其是陈春的东西。哎，好。老陈，这就是03年扫黄打非没收的物品，陈春的物品和记录应该都在这里面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嚯，扫黄打非，
哟，这个你不能看。对上了。陈春的电话本。更像一个账本，有电话号码，前面没名字。对。后面有数字，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？账目为啥不留姓名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咋这笨呢？我是否当年就应该想到了从陈春的人际关系入手？太笨了。先把这个留着，看看别的。电话本上一共有32个电话，除了一个来自于省城，而且没有实名登记，其余的都是本地号码。上面有丁宝元入狱之前的电话，就是这个。丁宝元1311946571，魏石门口。423。丁宝元和陈春有关系的证据找到了，把这个还回档案室。哎，好。哎，什么时候提审丁宝元啊？什么时候提审丁宝元啊？现在。这个是陈春生前的记账本，找找自己的电话号码。丁宝元，你跟陈春到底有没有关系啊？我和以前的老婆关系不好，陈春挺漂亮的，所以一来二去的，我跟她好过一段，可是时间很短，我就离了婚，娶了现在的老婆。陈春也有了其他男人，我和她就断了，没再联系过。再没有联系吗？没再联系过。我新娶的老婆比她年轻，也比她漂亮，我们感情也很好。这陈春后来名声也不好，我还找她干嘛呀？你老婆子月月能看你，这样老婆子不多见的。儿子可爱健康，丁宝元，把跟陈春的关系说清楚，对自己对家庭负责任的。真没联系了。这是陈春死前的3个月通话记录，看看有没有你的电话号码。警察同志，这个就是因为陈春后来做了皮肉生意，我才找到他几回，而且上面记得很清楚，就这么几回。不用我坐8年牢吧？你的事情不止这几回。没别的了。丁宝元，你说你案发当晚去找马进才，是不是在路上碰见了陈春？然后他纠缠你，你把陈春杀了，塞进了锅炉。警察同志，这陈春纠缠我干嘛呀？我第一不欠他钱，第二我们分开很久了，没什么感情，他还有了其他男人。那按你这么说，这前前后后只要跟陈春有过关系的男人，都有可能是凶手啊？说你跟陈春的关系。陈警官，我听说你和陈春都是从洛车出来的，是不是你们也认识？有一本小说叫《沙尘暴》，你们看过吗？那里边写春儿和一个姓陈的警官好过，可精彩了。你这个松锅啥意思？就这本小说，
罗警官，你可以看看，写的可好了。我每天都看，写的可好了，太精彩了。下官，谢谢您配合，有什么需要再来找您。好。老陈，到饭点了，有什么当地美食带我尝尝去。走啊，老夏走了啊。哎。吃羊肉粉还是羊肉面？你是哪个？我是哪个？我吃粉啊。粉儿。大碗小碗。什么区别？大碗就是多4片羊肉。小碗。吃不了羊肉。有点膻。他们家一点都不膻。老板，大小碗羊肉粉1碗。尝尝这个。哎，老陈，库鲁就这么大个地儿，人和人认识很正常的。正常。太小了，地头。你认识陈川啊？认识啊。你怎么没告诉我呀？这不没问到这块吗？吃蒜吗？吃。那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卷宗上怎么写的呀？程春从坐车嫁到库鲁，1年后丈夫死了，为了生计做小本买卖，后来因为卖淫嫖娼被抓了。卷宗上就是这么写的。谢谢。我跟陈春是2000年认识的。有天晚上我下夜班，正好路过他的摊位，看见几个小流氓骚扰他，我就过去了。哎，别理他们！来，不行，坐着喝一杯吧。喝酒，大哥，来，我这单给您免了还不行吗？来，喝一杯吧，老娘。大哥，别松手！干啥呢？少他妈管闲事啊！喝大了吧？看清楚啊！看清楚！放下！走。啊！流血了，擦擦。来碗羊肉粉。哎。这送您的，您先吃着。以后这种事儿报警啊！啊，谢谢。后来陈春为了谢谢我，带着自己做的吃的找过我2次，第3次我就拒绝了。人家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拒绝？这事儿不能给人家失望呀。卷宗没写这个吧？没看到。再后来，我就去省城进修2年，又回到库鲁，一直没联系。再后来，在一次抓捕卖淫嫖娼行动中，我抓了他。再后来，就是公社站发生命案，被害人陈春。官桥小说里的主人公陈春，他只是希望在这个小城里能生存下去，不被人欺负，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男人身上，那是他唯一的依靠。哎，老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当年你接受了陈春的示好，他的人生就不是今天这样？我瞎说啊。
那很可能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沙尘暴了。别动！西米，把衣服穿上。蹲着，蹲着，蹲着！咱们说回到丁宝元吧，我现在越发的觉得他是凶手。从咱们2次提审能看出来，他的外表根本不是现在这样人畜无害。首先，他有明确的作案动机，时间也对得上。那晚陈春10点钟还在街上，丁宝元去找马进才，2个人是有机会碰上的。陈春纠缠丁宝元，然后被杀了。丁宝元说了，陈春不止跟他一个男人有纠葛，为什么要等到他们分手的时候纠缠他呢？陈春跟丁宝元分手以后，丁宝元一夜暴富，陈春知道丁宝元有钱了，所以去纠缠他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丁宝元当初承认杀了陈春，为什么不承认他们有关系认识呢？他承认跟陈春有关系，就会有故意杀人的嫌疑，量刑会更重。如果是这样，丁宝元说的供热站就不是第一现场。第一现场是在大街上，陈春最后出现的地方。也许，这最终是疑罪从无的案件。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案件有进展，但证据还没找到。行，你放心吧。挂了啊。王老师回来了。哎呦，江河，你来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我这么跟你说，孩子，你别老往这跑，往这跑的，办案子要紧。尿布换了，饭马上喂完。洗手吃饭吧，王老师。就不该给你配钥匙，洗手去。哎呦，这饭都做好了，真好。去看看。你快吃凉了。我暂时不吃。我刚才没忍住，饿了。先喝了2碗羊肉粉丝汤，哎呀，我消化消化。你苦命吃那个，这多好吃呀！我喜欢吃这个，真有长进，好吃是吧？好吃。你这乐车真是把自己放野了。咋野了？自己干嘛不拾掇拾掇呀？我这不精神吗？你看你的头发长的。有点长。回头我给你理理发啊。不用，我找一个理发馆，找就剪了。花那钱呢？你师傅躺着7、8年，什么都是我给他拾掇。等我吃完了啊。行。我师傅在公安系统上干了28年了啊。可不是。
这些年来，我师傅有没有哪个案子心里不落地的？有，就工作站那个。咋不落地了？我感觉，从丁宝元判了刑，你师傅就添着心思了。王老师把这案子记这么清楚，看来我师傅是不落地了心里。老葛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吗？我听说局里要复查这个案子，你这次回来就负责这事儿吧？也不算负责，我配合工作。江河，这案子要查就好好查，也算了了你师傅一个心思。啊。丁宝元，你认识陈春吗？认识不？我知道他。你就说你认识不？不认识。丁委员，你把那个作案的过程再叙述一遍。我是10点半回到站里，看见煤堆那儿站了个人，我以为是偷煤的，我就想教训他一下。这一班2个工人，我带班，一共3个人，钥匙只有1把，一直在我这儿。我用铁锹拍了他的头，他一下就倒那儿了。我没想杀他，我是打错人了，我也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呀。你对你的供述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丁宝元，你杀了一个人，法律后果你应该清楚吧？我没想杀人，我是打错人了，我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，我没想杀人，我打错人了，请大家都打错了。打人塞进炉子还是打死塞进炉子？丁宝元都已经承认人是他杀的。你咋学的毛毛躁躁的了？你不是认识陈春吗？啊，你以前不是审过他吗？他平时都和啥人来往，你知道不？他在菜市场摆夜市，还做皮肉生意。那你就去查一查呀，看看丁宝元跟这陈春有啥瓜葛没有？哎，老婆，我跟师傅在一起呢，你跟他说。说好了，这个案子破了，走人。听见没有？破了走人。赶紧去查呀！案子破了走人。我看你是不想走了，是不是老有男的来找他呀？
他和供热站的丁宝元熟不熟？这人命关天的，我就更不敢说了。反正我是没见他们来往过。这是程冲的字吧？师傅，这案子能移交吗？拿啥移交？丁宝元不亲口供述了吗？光有嫌疑人的供述，没有证据配合，咋移交？拿啥给嫌疑人定罪呀？程冲银行卡丁宝元取的，他老婆子孙彩云都指认他了。你找着银行卡了？他老婆7年前他杀人了？被告丁宝元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将被告丁宝元羁押看守所，现在闭庭。宝元哥，宝元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孩子的。宝元哥，等我好消息啊！师傅，怎么？哟，加班呢？剪头发了？看出来了。小罗，今天你说那个丁宝元杀人动机，我想了想，觉得不成立。怎么不成立啊？我是这么想的啊，这丁宝元啊，不惧怕陈春把他们俩的私情告诉孙彩云，因为呢，他俩好啊，在前面，孙彩云后来者。还有就是孙彩云能攀上这个丁宝元，那就是路上捡到了一个大元宝啊。丁宝元不会因为这个勒索杀了陈春的。要照你这么说，他没有杀人动机，丁宝元就不是凶手。那他当年为什么供认自己杀了人呢？我以我的生命保证。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，他当时就是自己承认的。有一种可能，什么？替人顶罪。替谁顶罪啊？8年前他剩下的亲人，除了跟那个前妻的女儿，就剩下怀孕在身的孙彩云了。他替孙彩云顶罪啊？有可能啊。2个女人为一个男人打起来了，这孙彩云情急之下杀了程春，扔到炉子里。孙彩云那天跟二溜子马进才在一起，没有作案时间。那就剩下刘三成、马良了。他俩联手不能吧？他俩要是联手，这纯纯从炉子里调出来，
都烧成灰了。如果是他俩其中一个呢？你这是推断，你这也是推断。对，推断。在取证方面还是有进展的。进来。小罗啊，刘局、王处找我，怎么了？最近跟陈江河配合挺好吧？挺好的。案件有什么进展吗？老陈跟我说了一个有意思的推断。什么推断？他说丁宝元当年有可能是替别人顶罪的。替谁顶罪？他老婆孙彩云。目前只是推断，还没有实质的证据。小罗，我们办案要讲究依据，不能只靠推断呀。具体说一说。通过我们走访调查，发现丁宝元的家庭关系很复杂。他入狱以后，他老婆孙彩云一直跟一个叫关桥的人住在一起，而这个关桥呢，写了一本小说叫《沙尘暴》。小说里边的这个情节跟我们当年的案件高度的吻合，而且非常的真实。你们靠一本小说进行推断？哦，那不是。我个人是这么想的，我们在陈春的证物当中发现了一个记账本，这个本上记录了多名与他发生不正当关系的男性的电话号码，其中就有丁宝元的电话。而且我看了当年的卷宗，陈春个人的社会关系这一块是一个盲区。所以我建议，接下来我们要着重调查一下陈春的社会关系。既然有方向了，就让他们查一查。大家手上都拿到清单了，是吧？小李，来，你负责把这2个人找着。大哥，哎，这2个你负责。就是在你们用话，说个话而已。他没犯什么事啊，为什么把他抓走了呀？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是好人呀！好人嫖娼啊！坐回去。我现在告诉你啊，第一天去吃了红焖羊肉，坐那。认识程春吗？我们把你请过来是因为什么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不认识。我跟你说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不配合是不是？我拘留你信不信？哎，老马，啊，这是当年银行监控那视频吗？对，当年就是通过这个视频锁定的那个犯罪嫌疑人丁宝元。看1分17。这不就是丁宝元吗？看丁宝元只是现场的视频，有啥区别？这不还是丁宝元吗？没啥区别。没区别啊。丁宝元瘸哪条腿啊？右腿。对，右腿。右腿。右腿打不打弯儿？不打弯儿吧？打。没什么奇怪的。不打。不打。再看一遍。不打弯儿吧？谁？宝宝，用妈妈的手机给你打的电话。哦，多多，咋了？
舅舅给我摘了漂亮的曼陀罗，我也想让你过来看看。白白在上班呢，下班之后找你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就这么定了。哦，一定。伯伯再见。再见。再看一下银行视频。妈妈，再往前倒一下。2个视频，丁宝元下台阶的姿态不一样，有人伪装丁宝元在银行取钱。那门口指认丁宝元的人证是怎么回事啊？银行门口大妈呀，卖包子啊。一辈子没被人重视过，终于有个机会可以发挥了。现在我们能证明这个案子确实存在合理怀疑，根据疑罪从无的理念，判定丁宝元无罪。不要疑罪从无啊！这是现代法治理念。从监狱里出来，还背负着杀人嫌疑，日子不好过的。打脸球子的，警队的希望们，别看，别跟我学。把垃圾桶拿过来。吃点水果吗？包个橘子。妈妈，我流鼻血了。抬头，宇哥。宇哥，多多，抬头，宇哥。吴医生，吴医生。吴医生，小姐姐呢？她鼻子出血了。哎，护士，这床的那小女孩多多呢？在楼下抢救呢。你好，大夫，我拿药。啊，那你单子给我吧。啊，行。大夫，我这单子是不是不对的？对的呢。很遗憾，没能抢救过来。节哀。
咋也来了？多多。 对，我可以。多多，多多，多多，草原的花就要开了。